打苹果发布 Apple Vision Pro 之后，就一直期待能有个国产的厂商推出一个与之竞争作品。那等了这么久之后，我们看到了 vivo 这家公司推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竞品，这是一台叫做 vivo Vision 的产品，我把它叫做 Vision Pro， 我觉得还是挺贴切的。那我们用了一段时间，讲真吧，我觉得这个设备是这样，它是一个概念机，我没办法说它各方面都很完美，我没法从一个真正成品的角度来评测它，但是我们可以更多的讲讲它当前完成了什么功能，它有哪些缺陷，国产厂商全力打出一击，有没有什么地方能比 Vision Pro 做得更好一点？这是我们所好奇的，所以欢迎收看这么一台国产的帮助你逃离现实的神奇眼镜。我们首先从 vivo Vision 的这个外观讲起，你觉得这个外观长得怎么样？要我说，这个和 Vision Pro 长得真的还是挺像的。首先，你背面有个同样的调整这个扭力的这么一个侧带，你也有一个双头带的这么一个模式，来帮助你更好的长时间佩戴。那区别有没有呢？区别就是你看我正面虽然现在仍然可以透视看到你和你交互，但是你会注意到，如果你是看我的人，你会看到有点亮光或者亮面，但是它没有任何的眼睛显示出来。这是因为 vivo 把 Vision Pro 正面那一块屏幕给取消了，做了一个微纳米光学纹理设计，来增加一些通透的质感。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优点。它的重量，这个 vivo Vision 只有398克，相比 Vision Pro 要轻了1/3。Vision Pro 大概是600到650克。就是 Vision Pro 通常在佩戴30分钟之后，我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闷热感和鼻梁的痛苦感，但是 vivo Vision 至少我目前试了佩戴1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感。虽然会有些压力啊，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感觉，但是相比 Vision Pro 这是一个显著的提升。那眼罩它有多种不同的大小可以选择，所以如果你的面部不一样的话，你可以通过 vivo 目前的一个快速测量方式来帮助你选到合适的眼罩。至少佩戴上，我觉得相比 Vision Pro 来说，和我的面部贴合感反而会更好一些，尤其是鼻子这一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Vision Pro 更多为欧美人设计，鼻梁设计的非常靠前，但是这个 vivo Vision 能够很好的和我鼻子贴合，只有一点点光会漏进来。那重量减轻之后，它 vivo Vision 的传感器有没有减少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和 Vision Pro 的这个数量是基本上相同的，但是布局会不太一样，基本上都是6+2的结构，正面、底部都有。vivo 在正面还多了一个 ToF 摄像头，来一同帮助你快速定位空间中的信息。那它一样是采用了一个6DoF 的这么一个方案，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前后左右走，头也可以左右上下环绕，都可以把东西固定在你的空间里面，这还是挺不错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机身上面相比 Vision Pro 有些小的改变，就是 Vision Pro 它本身有个快门按键来帮助你录制视频，但是 vivo Vision 好像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上面，所以这边换来了一个音量的调整器，你可以快速用它来调整音量。然后呢，就是这么一个熟悉的表冠，你按一下可以呼出你的界面，然后用它来调整沉浸到空间的这个形式，还有它的范围。反正综合来说，整个操作逻辑，只要你试过苹果的 Vision Pro， 你可以超级快速的上手它。那它两侧内部仍然有一些空间音频的这个麦克风和扬声器的设计，我综合用下来的感觉就是，它两侧的扬声器确实是能给你一个立体的一个空间的声场，但是相比 Vision Pro， 它整体的空间定位感还是要弱一些，这是你可以预期的一个效果。然后就是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电池，这个电池我个人觉得其实做的比苹果的 Vision Pro 会好一点，因为它本身续航会更长，目前测试下来大概能够坚持2个半小时左右，这对于一个 MR 眼镜来说已经非常够用了。那当然如果你有更高的续航需求的话，一样的和 Vision Pro 你有个 USB-C 口可以插上去，来给它提供更长的续航时间。那讲完了这些外部的东西，我们差不多是时候讲讲最重要的地方。既然我要买一台 MR 眼镜，那它最重要的肯定是能不能带我脱离现实。那我可以说，在这一点上，至少 vivo 在硬件之上已经实现了虚拟和现实的结合。vivo 在屏幕上的选型显然是有过深度思考的，他们和苹果 Vision Pro 的这个清晰度，我个人用下来还是非常接近的。它使用是个 Micro OLED 的面板，所以双目加到一起差不多是 8K， 单目应该是 4K 更多一些，反正是2728万像素
PPI 是非常恐怖的4032，什么概念？这大概相当于你手机 PPI 的10倍以上，因为它本身每个屏幕很小，但是要承载大量的像素，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带着它来使用，我个人觉得至少有一些它提供的空间场景，的确给了我 Vision Pro 一样的感觉，好像就是走进了这个地方，你就站在那边看着整个梯田或者是整个沙漠。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那 Vivo Vision 它官方宣称它的视场角比苹果 Vision Pro 会更大一些。那我们实际佩戴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的确，当你注意它的视场角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比 Vision Pro 更大一点。但当你真正在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感觉更像是透过一个双筒望远镜来看眼前的东西。眼睛前面很清晰，但是边缘始终会有一种受限感，所以不能说它的视场角比 Vision Pro 要大特别多。那透射呢？透射是我们很重视的一点，对吧？这样我能够通过这个眼镜直接看到眼前的东西。那 Vivo Vision 它本身的延迟非常之低，不会给你任何的晕眩感，但是它的画质怎么评价？它画质在亮的时候比苹果的 Vision Pro 做得更好，但是暗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本身的噪点会更多，然后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涂抹感，应该是降噪算法和苹果目前还有一些差距。因为涉及的定制件特别之多，所以 vivo 几乎不可能采用任何第三方的平台来做他们的整个生态，所以这次他们非常大胆的选择了 Origin OS 这个生态，他们自己的自研系统来承载整个 vivo Vision。你要我说的话，这个界面你看一下。我不知道你怎么评价，但我个人感觉和 Vision Pro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交互逻辑也非常近似。你可以用你的手指来捏合，用眼球来定位，那基本上也可以做到指哪打哪。这一点我觉得还挺震撼的，就是 vivo 居然把底层的这个基石打得非常的夯实，所以我感觉和 Vision Pro 实际使用起来体验上没有太大区别。那这种人肯定会说了，哎呀，你这个 vivo Origin OS 怎么所有东西都和 Vision Pro 一样，能不能有一些创新？那确实我们试了一下，我发现它还真的有一些创新。第一，它本身支持你使用手柄来控制 ，vivo 给它配了一对手柄，而不是苹果采用了 PSVR 的方式来联动，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手柄很精准的定位每一个东西，这个交互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他们也提供了手机投屏，能够快速把你的画面投到你的 Vision Pro 里面来进行交互，这也是目前 Vision Pro 还没有的功能。那除此之外，他们还提供了一个交互方式，就是能和你的电脑进行串流，尤其是它可以把 Windows 的画面串流到你的 Vivo Vision 上面。那这样听你肯定会说，哎呀，很多眼镜都可以做到，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想给你看一下它的延迟，讲真，我不是很知道他们怎么做到这么低的延迟的。我用它玩了各种游戏，他们给我体验了，确实，无论是用手柄还是别的交互，我几乎没有任何晕眩感，还有延迟的感觉。那也许你会说，这时候我能不能传输一些我的 VR 的游戏到我的 Vivo Vision 上面？那现在它确实也是支持的，可以和 Steam 很好的配合，来把一些像这个 Half-Life Alyx 很经典的 VR 游戏，还有这些地铁传送到 Vivo Vision 上面，你也的确会有个360度的视角，并且是立体的来和它进行交互。反正总的来说，我觉得 Vivo Vision 很大的一个卖点就是相比 Vision Pro， 它能把游戏这个市场给吃下来，并且能给你提供不错的体验，这是苹果一直缺少的基因。但是确实在一个 Windows 的体系之下，配上一个良好的硬件，你可以获得一个不错的体验。M2 眼镜还有个很吸引人的点，就是能够很好的留存你的时间和空间。它能够使用手机的2个摄像头或者别的双目型的摄影机，帮助你同时留存眼前的这些空间和深度信息。这会产生的结果就是，当你再次戴上像 Vivo Vision 这样的眼镜之后，你会感觉眼前当初发生过的事再一次发生了。这种体验真的很棒。所以你会看到 Vivo 已经开始在他们的空间视频生态上开始下一些功夫。像今年的 X200 Ultra， 它本身就具备了空间视频的采集能力。我们用它拍了一些空间照片，拍了一些空间视频，再到了这台 Vivo Vision 上面来享用。我发现这一套组合的感觉还是非常之棒的。视频，我个人目前的观点是比苹果 Vision Pro 视场角要太小一些，所以没有这么有沉浸感。但是空间照片，我真的觉得 vivo 这一次做的比苹果会更好一些，因为它的纵深会更大，然后本身画质也更高。我会很享受用它拍摄的照片再到 Vivo Vision 上面来观看，整体带给你的感觉就是好像
有一个东西再次在你的眼前。那如果你想要真正的沉浸 ，vivo 目前也提供了一些选择，能让你看到各个平台的一些叫做沉浸式视频，它相当于占据了你180度左右的视野，并且是3D 的内容，所以会给你一种很强的临场感。只不过唯一可惜的就是当前它的内容真的没有特别多，即便强如苹果的 Vision Pro 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在当前我的感觉就是，虽然苹果很努力的推行了很多的内容的生产，但是我享受的速度会超过它产生的速度，所以会导致我兴奋2个礼拜，内容用完之后，就不怎么用它，然后再等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再来继续用它。那 vivo 目前也在非常努力的和各家谈，产出更多的空间内容。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空间的游戏和空间的视频被加入到了这个系统之上。但是我想谈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眼镜应该给用户提供自定义的空间。本来我拿到 vivo Vision 的时候是有点失望的，我在想，这和苹果的 Vision Pro 不是一样吗？你就在一个闭环的生态里面装任何信息进去都会变得非常的麻烦。苹果像 Vision Pro 要把视频给放进去，你大概率是使用 AirDrop 一点一点把它弄进去，根本没有人想用这个方式。我本来觉得 vivo Vision 也是一样，直到他们给我看，当你把这个眼镜带拿掉之后，这里冒出了一个 USB-C 口，你可以通过这个 C 口直接把你想要放的内容放进 vivo Vision 里面，什么视频都可以放进去。所以这是我觉得 vivo Vision 一个特别大的优点，用户有了对他自己硬件的掌控权，能够快速的传输数据，所以理论上你想看什么都可以看。所以这就是我们综合体验下来的 vivo Vision， 我觉得它的完成度比我想的要高。当然我想说的是，你不能直接拿它现在和 Vision Pro 比，不能抱这个预期。但是一个国产的 MR 眼镜，并且有着精准的定位、良好的手势操控还有识别，而且有了一些独特的内容，甚至可以自定义导入你的素材，这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能有竞争总归是好的。那我们就要回到最后的一个问题，请问这台设备要卖多少钱呢？答案就是我当前没有办法告诉你，但是 vivo 的人还是挺确定的和我说，价格会比 Vision Pro 要便宜不少。所以你会心动吗？这么一台来自于蓝厂的概念机，也许即将会变成一个可销售的产品。那这台 vivo Vision 探索版产品现在也进入了部分城市的 vivo 体验店，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线下体验一下。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的话，也请给我们点点小心心，记得给我们点个关注，这会有很大的帮助。也欢迎发给你别的喜欢 AR、MR 或者 VR 这种眼镜的朋友看看，会对他有些用处。那么我们下次再见。